今年3月，美国历史学家 Chris Miller 来台，与张忠谋展开一场半导体的世纪对谈。张忠谋表示支持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制裁政策，甚至扬言全球化已死。At least in the chips sector, globalization is dead. Free trade is dead. 到底要如何理解中国跟美国的晶片战？这场晶片战跟台湾又有何关联？今天要来介绍的这本年度巨作《晶片战争》，就要来介绍半导体产业的大历史，告诉你半导体是怎么从矽谷诞生，如何在过去的70年里决定了美苏冷战的成败、东亚经济奇迹、当今的中美贸易战，还有台湾的过去与未来。二战期间，美国为了精确计算轰炸机瞄准的高度跟角度，意外促成电脑的开发。1945年，宾州大学开发出第一台电脑。当时一台电脑需要用到18000根真空管，太占空间。研究人员就开始想要如何缩小电脑体积。这时，在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 William Shockley 研发出一种细的电晶体，可以用来放大电流讯号，用在助听器、收音机上，是替代真空管的好选择。后来，德裔的工程师 Jack Kilby 更进一步简化电晶体的电路，在同一块半导体上组装多个元件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体电路。因为基体电路的细晶片是从细晶圆上切下来的，所以就被称作晶片 chip。但是发明电晶体的 William Shockley 有易怒体质，搞到他旗下的8位工程师纷纷离开，在旧金山成立快捷半导体。这些人就成为了矽谷的开创者，人称8叛逆。快捷半导体成立后，第一笔大订单竟然是来自美国的 NASA。因为在1960年代，美苏在搞军备竞赛，苏联太空人 Yuri Gagarin 成功登入太空，成为史上第一位进到太空的地球人。美国担心输给苏联，甘乃迪总统就宣布登月计划，同时国防部也投注大笔资金开发导弹、卫星、声呐、鱼雷。因为当时的导弹太笨重，根本无法从美国发射到莫斯科。但是如果用基体电路，许多军备的重量都会大幅缩减。所以当时伯克莱跟史丹佛大学拿到了大量国防资金，半导体公司也到伯克莱网罗最优秀的学生。几乎可以说，矽谷的兴起其实是美国为了建立军事霸权，必须有足够的晶片来开发武器。到1960年代中期，人称矽谷市长的 Robert Noyce 决定开发民间市场，制造出一般大众也能买得起的晶片。因为根据摩尔定律，半导体研发每18个月性能就会提高1倍，所以半导体的成本会逐年下降。快捷因此采取降价策略，先抢夺市场，这让美国的电脑销量大增，从1957年的1000台到1967年卖出了18000台。半导体开始进入大众的生活里。同一时期，苏联也试图要开发半导体。1950年代开始，赫鲁雪夫在 Zelenograd 建立科学聚落，试图打造苏联矽谷。当时苏联有全球最顶尖的物理学家，但是在实际生产上落后美国，所以苏联就派出留学生间谍到美国窃取技术。像是宾州大学的 Boris Marlin 就带了一台德州仪器 SN51 回苏联，苏联就下令工程师3个月内复制出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。但是偷得到晶片不代表你知道如何制作，就像你偷到一块蛋糕，你也做不出一样的蛋糕。到1980年代 KGB 雇用上千人去国外窃取半导体技术，结果在1982年，加州一位间谍被抓到，从 Intel 工厂窃取10000个记忆体晶片。因为苏联间谍实在太猖獗，所以雷根政府在1985年发起外流行动，结果查获6亿元被窃取的商品，逮捕了1000位间谍。事实上，就算苏联真的成功抄袭美国技术，他们也没有材料可以量产，因为西方的反共阵营成立了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，禁止向共产国家出口半导体元件。就算苏联真的能够弄到半导体原料，根据摩尔定律，美国隔年又会推出下一代的晶片。所以当 CIA 研究苏联抄袭的 Intel 晶片时，他们发现苏联真的做到了完美复制，只是那已经是5年前的晶片。正是因为缺乏半导体实力，苏联才输掉了军备竞赛。美国早在1960年就设计出电脑导引的飞弹，但苏联一直等到1971年才出现这项技术。
美国军备一直朝向智慧型发展，苏联的军备却还停在智障型。直到1990年，戈巴契夫到史丹佛大学参访时，终于承认冷战结束了，希望美国的科技高层到苏联投资。The Cold War is now behind us, and let us not wrangle over who won it. 冷战时期，美国不只要防堵共产主义渗透到西方，也要防堵渗透到亚洲国家。所以，美国必须思考如何让亚洲国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。所以，二战后，日本的政商精英就与美国资本家联手，一起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半导体强国。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承诺10年内让 GDP 翻倍。Sony 的创办人盛田昭夫在1953年到纽约跟 AT&T 的主管见面，授权 Sony 生产电晶体，再利用日本的低工资来生产更便宜的小型收音机。当时 Sony 的实力强大到收音机 TR-63在美国热销，让美国电子产业开始紧张，跟政府求援。日本进口产品破坏美国公司利润，但美国政府认为两国的贸易连结越多，可以让日本更依赖美国，更能够防堵共产苏联跟中国。除了日本，其他亚洲国家也开始被纳入半导体分工链里。因为要能够量产半导体，就需要有大批廉价劳工来组装。在1960年代，亚洲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工资的1/10，所以当时快捷的经理 Charles Spoke 就飞到了香港，发现香港工人的工作速度是美国人的2倍，而且他们更能忍受无聊的工作，也不会罢工抗议。后来他又到了新加坡，发现李光耀几乎是禁止工会，所以 Spoke 就说，我们在矽谷遇到了工会问题，但我们在东方从没遇过这种问题。东亚成了美国资本家实现梦想的地方，所以从1960年代开始，半导体就已经全球化。美国公司开始在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设立组装厂，台湾也是在这股潮流中加入了全球半导体产业。1968年，张忠谋跟德仪的执行长 Mark Shepard 来台寻找设厂地点。当时跟 Shepard 谈判的是台湾的经济部长李国鼎。Shepard 说，台湾要尊重德仪的智慧财产权，讲白话就是台湾要付授权费用才能生产晶片。李国鼎直接回一句，智慧财产权是帝国主义国家用来欺负落后国家的东西。眼看谈判就要破局了，张忠谋心想，恐怕没办法在台湾设厂了。没想到李国鼎事后改变心意，因为当时台湾正处于内忧外患，对内台湾还是开发中国家，需要经济成长；对外中共正在进行核武测试，武力威吓台湾。再加上1968年正值全球反越战的高峰，美国生怕介入亚洲事务会让民众反感，所以这时候如果中共攻台，美国可能不会插手；但是如果让美国半导体在台湾生产，那美国人就不得不捍卫台湾。设立越多半导体厂，台湾就越安全。所以从1968年开始，李国鼎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来强化台美关系，利用半导体产业让台美的经济相互依赖，刻意压低台湾劳工薪资，吸引美国半导体公司来台设厂。60年前的这个决定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往后世代台湾的命运。台湾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盟友，大量的就业机会都是在半导体产业，所以台湾人必须去读理工科、进科技业才能赚钱。同个时间点，台湾对岸的中国正经历完全相反的情况。毛泽东开启文化大革命，导致中国的晶片技术落后，因为所有最优秀的科学家、工程师都被迫下乡劳改。当时文革的口号是让工人、农民来主导产业，所有人都必须制造半导体。但是这两件事本身就自相矛盾，你把科学家都文革掉了，一般农民哪来的知识生产半导体？如果张忠谋当时不是来台湾，而是去中国，他很可能就被文革掉了，也不会有台积电。所以在1960到1970年代，我们看到整个亚洲出现了2个相反的社会改造工程。共产中国在反资本主义，把知识分子都抓到乡下去，结果没有专家可以生产晶片。反而其他亚洲国家在吸引资本家来国内设厂，大量的工作机会把乡下农民吸引到都市里，为资本主义生产晶片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打造了1970年代东亚的经济奇迹。
原本美国的目标是把日本拉进西方资本主义的阵营，借此防堵苏联中共。没想到到了1980年代，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比美国还厉害，反过来抢攻美国市场。当时检测品质发现，美国晶片故障的比例是日本的4.5倍。1979年 ，Sony 推出随身听 Walkman， 在全球售出3.8亿台。连星爵都有一台。So they called it a Walkman, because you put on your head and you could walk, man. 那日本科技业成功的秘密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日本有特殊的企业文化，劳工把公司当成家庭一样重视支持，爱搞罢工的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。第二，日本半导体的国内市场受到保护。1974年以前，日本政府限制美国在日本出售的晶片量，很多日本科技公司只从日本供应商进货，导致矽谷公司在日本的市占率低。第三，日本政府大量补贴日本晶片商，在1976年推出超大型机体电路计划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日本的大企业，像是日立、三菱，都跟银行关系密切，所以银行会提供大额长期贷款，这让日本企业可以一直承受亏损，直到竞争对手倒闭为止。也因为日本人有储蓄的习惯，美国人没有，所以日本银行一直都有充裕的存款可以借贷给资本家。到了1986年，日本生产的晶片量正式超过美国。美国发现事情不对劲了，他们对外国半导体仰赖的程度竟然比对石油的仰赖还大，日本几乎成了半导体界的沙乌地阿拉伯。所以同一年，美国雷根政府祭出关税威胁，日本政府才同意限制出售给美国的晶片量。但是供给减少，反而让价格抬高了。美国电脑商要花更多钱跟日本买晶片，日本晶片商成了最大赢家。到了这个时期 ，Sony 创办人盛田昭夫觉得美国已经衰败了，他跟右派作家石原慎太郎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日本可以说不》。不要！公开表明，军事上没有人赢得了美国，但在经济上，日本已经不再将美国当作世界老大了，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运作得更好，更有竞争力。美国忙着培养律师，但日本培养工程师。美国总是压榨员工，但日本知道如何激励员工。原本二战后，美国扶植日本是为了拉拢盟友，结果这个盟友现在比美国更科技，日本半导体至少领先美国5年。可以向苏联提供半导体来打破冷战平衡。当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甚至说，只要切断日本电子产品出口，美国经济就完蛋了。为了反击日本企业，当时 Intel 执行长 Andy Grove 决定改造 Intel， 抢占个人电脑的晶片市场，使用完全复制法来提升良率，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某个生产效率最有效的话，所有工厂都复制同一套制程。除了企业内部改造以外，美国还有一招，就是壮大日本的竞争对手韩国。因为韩国的成本、工资都比日本低，可以把价格压得比日本产品更低，所以矽谷公司都认为，只要有韩国，日本就无法垄断市场。AMD 的 CEO Jerry Sanders 就说：“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。”韩国三星就是利用这点崛起的。三星创办人李秉哲到美国参观 IBM 跟惠普，跟 Intel 签约成立合资公司，让三星代工晶片生产。南韩政府还提供4亿美元的补助。到了1990年代，三星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 ，Intel 则成为了个人电脑处理器的龙头。Sony 虽然在数位相机、影像感测器晶片依然是业界第一，但是因为市占率高而忽视了其他的晶片市场，最后终于被韩国三星还有美国的 Intel 给超越。1985年，李国鼎请张忠谋来台北，希望他从德州回台担任工研院院长，带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。因为当时台湾面临2个问题，一个是晶片产业的多数利润都是分配给设计晶片的美国公司。李国鼎认为，要让台湾半导体经济发展起来，不能只做组装代工，一定要有自己的企业做研发。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，当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，有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到都市里，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。台湾要不被淘汰，就一定要转向技术研发。所以李国鼎决定请张忠谋来台，打造台湾自己的半导体公司。这项提议对张忠谋来说很有吸引力。
因为在德仪工作时，张忠谋就曾经跟高层建议，别家厂商都是自己设计、自己生产，但如果我们创一个只负责接单生产的公司，就可以专精于制程还有研发，而且大量生产可以降低成本。张忠谋的美国梦没有被德仪的高层采用，反而在台湾实现了。1987年，台积电创立，台湾政府提供48%的创业资金，唯一的条件是要找一家外国晶片公司提供先进技术。最后找到了荷兰的半导体公司飞利浦转移技术。台湾政府甚至私下召集最富有的资本家集团出资，打电话跟他们说，过去政府一直都对你们很好，你们最好现在为政府做点什么。所以打从创立初期，台积电就不是民营企业，更像是台湾政府的专案。没有李国鼎先生，也不会有台积电。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模式有一大优势，就是张忠谋承诺永远不会设计晶片，只会专注在晶片制造，所以客户不用担心台积电会窃取他们的设计。像是三星自己开发智慧型手机，又生产晶片，其他公司就会担心，如果把手机晶片外包给三星，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设计偷走？但是台积电不做智慧型手机，其他公司就不用担心利益冲突。台积电的成功也受惠于美国的无厂革命，晶片厂每一代技术更新都要花大笔成本，所以许多厂商开始把设计跟制造分开，只负责设计晶片，这样就不需要大笔资金盖晶圆厂。因为一座晶圆厂都要上亿美元，要设计晶片已经很难了，更难有心力管理制程。你懂制程吗？例如辉达专门设计 3D 图形的处理器，叫做 GPU。1990年代微软出现的回纹针小帮手，就是用辉达的图像处理器，而辉达的晶片就是由台积电制造。同样的，苹果也是自己设计晶片，但不自己制造。2007年，苹果推出第一代 iPhone， 用的是三星的晶片。这时候，张忠谋就预测未来智慧型手机普及会产生大量晶片需求，所以在2009年砸了数亿美元资金。如今证实，张忠谋的预测非常准确。现在苹果的处理器完全是台湾制造，因为台积电以外的公司都没有制造苹果晶片的技术，所以 iPhone 背后写加州设计、中国组装，其实忽略了最关键的元件，就是台湾生产的晶片。当今全球只剩台积电跟三星可以制造最先进的晶片，但是这两家公司都在东亚，而且离中国很近，这就让美国开始担心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威胁。2014年，中国推行“一带一路”计划，希望让中国的基础建设进到世界各地。当时，习近平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。中国建造的资料中心用的都是美国晶片，可能被美国人监控。中国人用的微软系统都是 Intel 的晶片，中国进口半导体的支出比进口石油的支出还多。所以习近平说，中国科技企业再强大，只要核心元件仰赖外国，命脉就掌握在别人手里。中国必须转型成晶片大国，脱离对美国的依赖。所以在2015年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，希望在2025年以前，中国的晶片自给率从15%提升到70%，加入晶片制造的强国行列。中国开始用各种方法获取先进的晶片技术，一种方法是用市场换取技术。在史诺登事件后，中国企业不再跟 IBM 购买伺服器网络设备 ，IBM 在中国的业绩掉了20%。后来 IBM 的执行长 Ginni Rometty 造访中国，承诺向中国合作伙伴开放晶片技术，才挽救了 IBM 在中国的市场。Intel 也是为了中国市场，跟紫光集团的合作开发智慧型手机，这就让中国企业可以学到 Intel 的晶片设计专业。还有另一种方式是政府砸钱给资本家，让他们去收购企业。像是2015年，紫光集团的董事长赵伟国来台，说要买下台积电，合并联发科，但是台湾的法规不允许，所以赵伟国回北京后，建议中共跟台湾施压，如果台湾不改变法规，中国就禁止进口台湾晶片。而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就回复了：是要碰对方的项目是什么，要经过一些研究嘛。没有，台湾又不是三脚猫，要封杀就可以封杀。紫光也曾经想用230亿美元收购美国晶片厂美光，结果被美国政府拒绝，认为这背后是中共的政治盘算。
但是赵伟国却说，大家要用商业角度看，不要用民族主义角度看。美国人根本不用紧张，我们离你们还差得很远呢。这个请放松，最好好好睡觉啊。美国虽然可以拒绝收购，但是却不能无视一家中国企业的崛起，就是华为。1997年，华为 CEO 任正非到美国矽谷参访。1999年，聘请 IBM 顾问教他们管理制程。中国政府提供给华为的补贴高达750亿美元，这让华为可以超低价的生产手机。过去20年来，华为几乎复制了韩国三星还有日本 Sony 的成功经验。政府投资研发，低价打入全球市场，挑战美国主导地位。如今，华为的智慧型手机销量跟苹果、三星一样高，甚至跟 Nokia、Ericsson 并列全球3大基地台供应商，这让许多西方国家开始紧张了。Huawei is something that's very dangerous. You look at what they've done from a security standpoint, from a military standpoint. 美英纽澳日以国安理由禁止华为建设5G 网络，德国则没有禁止，因为德国每年大量出口汽车到中国，要保住中国市场。美国国防部认为，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依赖。华为用美国机台生产晶片，又用这些晶片生产商品，再卖给美国人。所以，中国跟美国晶片产业是一体的。美国不可能又搞技术创新，同时又阻止中国享用创新的成果。但是，美国要制裁华为很容易，只要切断晶片供应链就行了。因为许多晶片公司都是美国的盟友，川普在任内就发出制裁禁令。We're not going to do business with Huawei. 华为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晶片，就算是在海外制造也一样。所以，华为不能再委托台积电、三星制造晶片。美国的制裁令出来后，逼得中国想出新对策，为晶片厂提供更多资源。由于美国不断地指引我们、挑剔我们呢，就逼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啊、服务啊做得更好。习近平任命刘鹤担任晶片沙皇。中国认为，既然美国要限制，那我就不要制作最先进的晶片啊。智慧型手机需要的是最先进的晶片，但是汽车用上一代的晶片就够用了。这样我就可以抢到其他产品的市占率。专家估计，到2030年，中国制造的晶片将占全球产能的24%，将会超过台湾跟南韩，成为下一个晶片大国。去年8月，拜登签署晶片法案，要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开设新厂。Thank you to everyone at TSMC, especially Morris Chang, who founded this company in 1987. 为了确保先进技术跟留台湾，台积电不会在美国生产最先进晶片。三星也即将斥资170亿美元在德州建立晶圆厂。60年前，美国企业都希望到东亚设厂，结果60年后的今天，美国反而希望东亚企业到美国设厂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转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缘政治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人担心中共可能武力犯台。2021年，台积电已经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。中国如果拿下台湾，等于掌握半导体产业的命脉。但是作者要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中国真的入侵台湾，占领台积电晶圆厂，他们首先会发现工厂的软体更新、关键材料都需要从国外取得。接着，如果他们想要强迫工程师生产晶片，也很困难，因为晶圆厂到处都是有毒的化学物品、精密仪器，很容易就会出差错。Nobody can control TSMC by force. If you take a military force or invasion, you will render TSMC factory non-operable. 只要造成台积电工厂停摆，代价就会非常严重。因为台湾生产全球37%的逻辑晶片，电脑、电话、飞机、汽车都需要用到。如果中国侵台，将会造成全球经济大灾难，代价可能比全球新冠疫情还严重。只要台积电在台湾，中共武力攻台的后果就会不堪设想。在这点上，台积电的确是护国神山，而且仿佛冥冥之中早有安排。1958年，中共在攻打金门823炮战时，张忠谋正在美国的德仪公司改进制成的良率。这两件事情看似发生在地球的两端，但其实是同一段半导体的历史。因为美国之所以会开始挹注国防资金在半导体上，就是因为不想在军备竞赛中输给苏联跟中共。张忠谋在李国鼎的邀请下，带回了美国的半导体技术。在半个世纪后，
中共又再次用军备威吓台湾。但不同于半世纪以前的823炮战，当今的台湾已经成为半导体的核心命脉，具有影响全球经济的实力，占据全球晶片战争的关键位置。留言加分享本集影片的脸书贴文，就有机会抽《晶片战争》一本。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，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，支持节目长期运作。